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这一期视频咱们就是拆解这一个华为的全能充车载充电器88瓦的测试视频的话，在我主页前几天我们放出来了，需要看测试视频的可以到我主页去看一下这个详细的测试视频。我们这一期就是拆解它。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咱们这个频道的支持。像这种充电器的话，数据测试出来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内部的用料的话，我们这一期就全部给大家展现一遍。咱们话不多说，先拆解它。用切割机把这个盖子把它打开，直接掰开这个盖体，这是壳体，然后这一圈白色的塑料是映射这个灯光的半透明的一个塑料，这就是充电器内部。这就是充电器内部的主板，它是由2片主板叠合而成，上面的元器件做工优良都是很不错的。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板子把它分开，这上面还有白色的硅胶 ，USB 充电口上面还有黑色的绝缘层进行绝缘处理，融合快充的充电口上面一样的有黑色的绝缘贴纸。清理完这个主板上面的硅胶和分层，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我们现在就是从电流的输入端到输出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88瓦全能车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板上面这一排英文 LUX 开头，就说明这个车充的代工厂为立讯精密。这个车充2块主板就是2路独立的电路来驱动融合端口和 USB 端口。这是车充的正极弹簧触点，触点的材质为铜质材料，这个是负极的弹簧钢片。输入端一颗4印 U 的贴片保险丝，用于输入过流保护。保险丝下面一颗4印307的整流二极管，用于输入电流整流。这一颗是输入端的一个滤波的共膜电感，内部的磁芯为绿色，用2种颜色的气泡线进行绕制，底部还有电幕进行固定。输入滤波固态电容一共2颗，来自一家专注于固态铝电容器研制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深圳市百瑞凯电子。2颗固态电容，一颗属于百瑞凯 RV 系列引线式耐高温高压固态电容，规格是68微法，耐压35伏。另外一颗是百瑞凯 VQ 系列贴片式高热稳定性耐高温固态电容，规格一样的68微法，耐压35伏。同时背面还有2颗堆积片式陶瓷电容 MLCC 并联进行输入滤波，这一颗就是融合端口的升降压电感，内部的磁芯为黑色，用很粗的气泡线进行绕制，底部的话还有电幕进行固定。融合端口升降压电路的4颗同步升降压 NMOS 开关管组成全桥升降压电路，4印型号都是 SRT045N06H，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专注于工业级和车规级先进功率器件芯片的设计公司深圳上扬通科技。这4颗 NMOS 的规格是耐压45伏，内部的导阻 6.1 毫欧。融合端口升降压电路的升降压控制器芯片4印型号 SC8701， 来自成立于2015年国内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上海南星半导体。这是一颗同步4功率管升降压开关控制器，支持 2.7 至36伏超宽输入输出电压，采用了业内领先的10伏2安 MOSFET 的驱动器，最大限度的使用外部 MOSFET 以获得高效率、超高的转换效率，能够有效提升系统的热性能，支持输入电流限流、输出电流限流、过温保护等等保护功能，以确保芯片在各种异常情况下能够正常工作。融合端口的 USB 协议芯片4印型号 CPS8841，来自成立于2016年一家高性能模拟及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公司成都易充半导体。这是一款高集成度的 USB PD 3.0 协议芯片，
集成 PPS 快充，并支持 UFCS 融合快充和华为 SCP 快充等充电协议。芯片内部集成恒压恒流控制，支持 I2C 通信，输入电压范围3至22伏，可识别18根线缆，支持可配置线损补偿。内部集成 NMOS 驱动，芯片内置可编程过压过流以及过热保护，功能十分全面。融合端口的2颗输出滤波固态电容，一样的来自深圳百瑞凯，也是用的百瑞凯 VQ 系列高热稳定性耐高温固态电容，规格是220微法，耐压25伏。融合端口的输出 VBUS 开关管，采用的是2颗 NMOS 开关管，分别控制 A 口和 C 口。思域型号的话都是 SL0303A， 来自成立于1995年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分立器件、电力电子元器件研发、制造、销售的公司江苏杰威电子。这2颗 NMOS 的规格是耐压30伏，内部的导阻 1.8 毫欧。一颗 R2005 的贴片电阻为融合端口的电流采样电阻。思印 BF2 的6角芯片用于融合端口2个充电口的智能识别。USB-A 端口输入端1颗滤波固态电容，也是用的百瑞凯系列的引线式耐高温高压固态电容，规格也是68微法，耐压35伏。一颗思印901的贴片共膜电感用于 USB-A 端口输入端的电流滤波。USB-A 端口的升降压电感内部磁芯一样的黑色，用气包线的铜丝进行扰制，底部一样的有电幕进行固定。USB-A 端口的升降压控制器芯片，思域型号 AP2965， 来自成立于2005年一家专注于功率半导体研发的企业无锡新鹏微电子。这是一颗高效率带 CC、CV 功能的同步升降压芯片，支持6至36伏宽范围输入电压，可提供 4.2 安的电流输出。芯片内部集成 NMOS 开关管，工作频率为130千赫兹，内置软启动和线损补偿，具备全面的保护功能，特别适用于车载充电器的应用。USB-A 端口的 USB 协议芯片，思域型号也是 CPS8841，一样的来自成都易充半导体，跟融合端口的规格是一模一样的。USB-A 端口的输出滤波固态电容，一样的来自博瑞凯，用的百瑞凯的 RN 系列引线式小尺寸低阻抗高文波电流固态电容，规格是220微法，耐压16伏。USB-A 端口输出 VBUS 开关管，思域型号 KS2222，来自成立于2017年一家技术驱动型的功率半导体器件芯片设计公司深圳冠宇半导体。这颗 NMOS 的规格是耐压20伏，内部的导阻 3.8 毫欧。一颗 R005 的贴面电阻为 USB-A 端口的电流采样电阻，这是充电器 USB-A 口的连接器，内部的舌片黑色，光滑细腻，没有毛刺，做工是非常好的。这个是充电器的融合端口的 USB 连接器，内部的舌片为橙色，质量一样的是光滑细腻，没有毛刺。这些 LED 灯泡为充电器的氛围灯，这一个板子上面有2颗，这一个板子这一面有2颗，然后翻过来这一面的话有4颗，一共8颗 LED 氛围灯泡。这个华为88瓦全能充车载充电器拥有3种88瓦的功率输出模式，双口快充不断流，温度控制很好，文波控制也是极其优秀。内部的用料全部都是一线大厂品牌，由著名的立讯精密代工生产，质量品质肯定是没话说的。大品牌豪华用料，价格的话肯定不便宜。对产品品质有要求的用户入手，你们不会后悔的。喜欢咱们视频的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咱们是新进的 UP， 需要各位老铁多多的支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